我有一个闺蜜啊，她都相亲50次了，还没有找到心有灵犀的伴侣。这不，昨天我又陪她去相亲了，让人啊不禁好奇，这到底是咋回事呢？我闺蜜说呀，怎么能怪我呢？只能说啊，他们达不到我的要求而已。昨天呀，男生问她有什么要求，她微微一笑，说道：“其实啊，我的要求也并不过分，也不全是说关于物质的，彩礼呢，不过是传统习俗中的一抹色彩。我的老家呀，讲究个吉祥如意，所以啊，提出的是66万或者88万的彩礼，都是个好彩头，根据自己的情况来定，并没有强求。”说到这里呀，她顿了顿，然后啊，继续说道：“关于房子是2个人共同生活的起点，我并没有贪心，3套就可以了，一套能作为我们的婚房，一套能给我弟弟，这也是我作为姐姐的一份心意，让他能在人生的新阶段也能有所依靠。还有一套呢，自然是留给你的父母，让他们能安享晚年。”说到自家的情况呀，男生说道：“我早已经呢在城里呢买了一套3室1厅的房子，面积虽然不大，但呀够我们住。父母呢喜欢在农村生活，那里呢有他们熟悉的土地跟回忆，所以啊也不愿意来城市。”闺蜜听后啊说道：“我有个弟弟，今年呢22岁，马上结婚了。我作为长姐呀，希望能够尽我所能的帮他一把。”当被问到弟弟的婚事由谁承担时，闺蜜啊轻轻地叹了一声，语气里啊满是对家庭的责任感，说道：“弟弟的婚事啊，当然是家里的大事儿。作为一家人，我们应当能相互扶持，尽力就好。”说到这里呀，男生说道：“你找我到底是几个意思呀？”闺蜜连忙解释道：“我作为家里的长女，自个儿都嫁作人妇了，难道你就不能稍微扶持我一把吗？”男生很无语地说道：“哎，你这一说，倒显得挺像那么回事的，是个好姐姐的典范。可你知道吗？我也曾经梦想有个亲姐姐能在我身后撑腰，可惜没有那福气呀。”闺蜜接着说：“如果咱俩结婚了，我可是要跟你过一辈子的。不过呀，有一点我得坦白，我带着一个3岁的儿子。”男生微笑着说：“你这一坦白呀，难怪你之前相亲经常受挫。这原因可不小啊！我的要求简单直接，将来咱们得尽心尽力孝顺双方父母，为公婆端茶送水，偶尔泡泡脚、洗洗衣服，这些是晚辈应该有的孝心。特别是他们年纪大的时候，上楼梯的时候啊，搀扶一把，都是很有必要的。至于孩子嘛，我希望能再添2个，你呢，就负责接送孩子，让我能安心在外面工作。说到赚钱呀，我虽然不是大富大贵，但每个月呢有1万块钱的稳定收入，你呢有什么看法？”没想到啊，闺蜜直截了当的说：“至于洗脚这事儿，我承认我都没有给自己的父母洗过脚，但这并不代表我不孝顺。结婚以后啊，我希望能成为父母晚年的依靠，包括呢给他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小事儿。毕竟啊，他们含辛茹苦的把我养大，我找个伴侣回来呢，就是为了能让他们享受天伦之乐。至于彩礼，那是传统习俗的一部分。我家提出88万，并不是图财，而是希望我们的结合能受到双方家庭的祝福跟重视。你说是不是这个理儿？”男生啊却不以为然地说：“哎呀，瞧瞧你这话说的，咱们的关系还没有到那一步，而且啊，估计你现在兜里也没多少钱吧？我已经把单都买了，咱们也没什么纠葛。不瞒你说，我相过几次亲，哪像你啊，听说都快成为相亲界的传奇了，听着让人都打颤。”说完，男生头也不回地走了。屏幕前的朋友们，你们觉得闺蜜的要求高吗？情啊爱啊，那都是年轻人玩的游戏，人到中年讲的是稳固的家庭氛围。几乎所有的婚姻都惊人的相似，秀恩爱开始，抱怨嫁错人结束。普通人想在这个人吃人的社会里安身立命，你就要学会心甘情愿的低头做人。不为别的，回头看看白发斑驳的父母和稚嫩的孩子。现在的婚姻啊，爱了结，不爱了就离，折腾的呀那都是钱。你跟谁过，感情都会淡，衣服照洗，孩子照生，家务照做，架呢照吵，婆媳关系啊照样难相处。动不动啊就要离婚，要觉醒，要独立，30、40岁啊还幻想着有小鲜肉来拯救自己。二婚呀，你过几年看看，要么生一堆同父异母或者同母异父的孩子，要么就伺候一堆毫无血缘关系的继子继女。临老了，除了一身病痛啊，根本就没有人心疼。二婚这碗饭就这么好吃吗？
说句难听的呀，你想在二手车市场里捡到一辆别人舍弃的99新，没毛病，价格低，功能还好的，那不是想得美是什么？你怎么敢笃定下一个就更好？20几岁最漂亮的年纪，你都没有遇到对的人，30、40岁了，满脸褶子，又松又下垂，你就能遇到对的人了？什么最幸福的事儿？真正爱你的男人遇到真爱，就这种毒鸡汤啊，千万不要再喝了。父母都不可能做到一辈子爱你，你指望一个没有血缘的陌生人，那不是痴人说梦吗？夫妻关系啊，前半场它靠的是荷尔蒙上头、肉体上的愉悦，中场靠的是孩子和利益上的纠缠不清，后半场呢拼的是皮糙肉厚的健康身体。我老公啊，虽然赚的不多，但是我还是一如既往的敬他。成年人有能力的呢很多，但是大部分人还是普通人。我也没有什么大本事，长相呢也不尽如人意，他不嫌弃就很好了。只要他对家庭负责，那就是最好的日子。那些没有走过的路啊，未必就有好风景的。我这几天发的高彩礼的视频，有很多的人私信我，他们就说，你说不让要彩礼，那女方的保障怎么办？万一结婚以后生了孩子以后，男方出轨啊、家暴啊，那这个女孩子怎么办？说我一直反对的是高价彩礼，高价就是超过10万以上，或者说30万或者50万的那种彩礼，那适当的彩礼还是要给的。就算是你不要，男方也要主动给，只要想娶媳妇儿，不可能不拿彩礼的。我也是讲理的人，因为我不讲理啊。因为这个高价彩礼诞生了许多的捞女，越是贫困的家庭越会被骗。因为但凡条件好一点的家庭，女方也不会狮子大开口，凡是被狮子大开口要很多彩礼的家庭，一般都不是太富裕的地方，就是等于是越穷的地方要的越多。你去看看城市的彩礼少，都是几万块钱，越是农村越是偏远的地方，越是30万50万的这么要，就感觉好像是要了这些彩礼就觉得日子就好过。其实有很多的彩礼都是大人借的，真的。所以在这里我还呼吁所有的农村的父母，不要去借钱给你的孩子娶媳妇儿，千万不要去借钱。如果你借的钱娶的这个媳妇儿，如果人家过门了发现你这个钱借的天天吃糠咽菜，天天还账，他不想跑他都难。所以借钱娶媳妇儿是不可取的。如果咱家庭也没有能力，孩子挣钱能力也不行，没有养家的能力，我告诉你，你不要给他费那个劲，不要去给他花很多钱去娶那个媳妇儿，毫无意义。所以彩礼的多少不能评判你以后的日子好不好过。如果说你就说我想要很多钱来保证我的生活，那个你只能去对应家庭比较贫困的地方，因为家庭稍微富裕一点的地方，他不可能找一个什么都不是的，没有学历什么也没有的女孩子，你不可能进到条件很好的家庭。所以如果你想找优秀的，首先你得优秀。如果说你不优秀，你想找优秀的几乎是不可能，真的。我真的很想说，大龄剩女不是谈资，也不是大家茶余饭后的笑料。现在有一些人就把一个人结不结婚作为这个人是否成功的标准，尤其是对大龄女性不结婚恶意很大。大龄女性不结婚的原因只有一个，就是不愿意向下兼容，就是宁愿自己一个人吃好喝好，就是你说让我向下寻找的话都不愿意，谁愿意找个比自己差一点的呢？但是我们并不是说一定要找个多有钱的，但是总有一部分认为他们结婚难就是我们大龄剩女造成的，把大龄女性不结婚物化成拜金女、爱慕虚荣、攀高枝儿，想要嫁高富帅。更有一些可能更恶毒的，就是把我们比喻成白菜帮子、老白菜、烂白菜，是点疑惑的菜市场。在一部分人的眼里，如果一个女人嫁了一个条件没有那么好的男人，他们就认为这个女人就是好女人，是值得歌颂的，值得赞美的，是伟大的，是可歌可泣的。如果说嫁了一个条件很好的男人，那这个女人一定是拜金的，一定是爱慕虚荣的，仿佛他们生下来的使命就是应该陪男人吃苦，陪男人白手起家，他们不配坐享其成，不然就是应该被唾弃的。说这么多只是想呼吁大家能理解大龄剩女没有结婚的这个处境和原因。我们不是不想结婚，谁会拒绝幸福呢？我们也有我们自己的困扰，我们30多岁了，第一没有结婚，第二的话我们还要不停的上班，不敢停下来，一停下来可能就没有饭吃了。然后我们还要考虑着，就是这个年龄还没有生孩子，还要想着我得赶紧结婚，赶紧生孩子。就是我想说的是，我们不需要同情，我们需要的是被理解。如果实在找不到对象，我就找一个帅弟弟凑合结婚就算了。是，作为婚恋从业者，我很负责任的告诉大家，最近这些年呀，姐弟恋那确实是风靡一时啊，动不动就看着在网上什么
随便一个就是女的比男的大10几岁、7、8岁的啊，然后抛出来恋爱的，甚至抛出来结婚证的。但是我就想问一下，就是屏幕前的各位啊，你们以为姐弟恋那么好谈吗？啊，找帅弟弟不用钱呀，你谈弟弟你就轻轻松松你就能谈了呀。啊，哪一个男的愿意找一个光年龄大的姐姐呀？啊，哎，就现在这个毒鸡汤，它不仅仅是换说女的找对象必须得是什么有钱宠她，现在还外加上一条必须得年龄比自己小个10岁以上，说男的超过30岁都有老头味儿，是男的超过30有老头味儿，那女的超过30有什么呀？绝经了呀！不是，咱大家能不能正常一点啊？鱼找鱼，虾找虾，王八就找一个大鳖回家算了，你别整天在那做梦啊！同龄人不要你，同龄人不和你结婚，你找个小10岁的，找个00后弟弟，他就跟你结婚，就跟你回家是吗？到时候你被骗的裤衩都没有，别来找我哭诉啊！你们没有当婚恋博主，你不知道我的后台里边都是什么牛马。今天这个被骗10几20万，那天那个就被骗房子的。你们以为只有男的喜欢帅哥见了，不是？你们认为只有男的喜欢美女，见了美女拔不动腿是吗？那有一些大龄的姐姐们，她也是拔不动腿呀，见了帅哥们。清醒一点，谈恋爱算了，那比自己小7、8、10来岁的那种，谈恋爱就算了，别想着结婚，到时候你哭都找不着地方。哎，谁能听我劝呀？兄弟们，就我的这个粉丝们大多数都是男的啊，我想问一下你们不缺钱的话，会找比自己大10岁的女人结婚吗？把你们的想法打在评论区，让姐姐们看一看。我已经回来老家3天了，在这3天里面呢，没有人给我介绍对象，父母呢也没有催婚，好像一切呢都过得非常平静。我在想，这样其实也挺好。假如有人给我介绍，我不去呢也不行，去了也不好，因为我就是农村人，所以我不想再嫁到农村。还有呢，像我们农村这边的已经饱和了，特别像我这种39岁的年纪哦，已经不被看好了。在大城市的话呢，是很吃香的，可是在农村不一样，他们见识比较少，觉得30以上的女人就是没有人要了一样。就算是介绍的话呢，他也只会介绍2婚离异带娃的男人给你。像之前有人给我介绍的离异的男人哦，我去呢又不是，不去又不好，去了如果说没有看上人家，人家呢就会觉得我眼光高，太挑了，活该呢39岁没有嫁出去，反正是什么难听的话都有。那我呢就特别沮丧。再或者他没有看上我，他又会说你都39岁的人了，快停经的人了，还出来相亲干什么呢？反正是什么声音都有。我自己本意呢是不想嫁到农村的，去的话其实也是违背自己的心意去，所以呢最近几年我是特别害怕回到老家的。回来呢也不敢去串门，不管是谁见到我，他们呢都会问东问西，说个不停，所以我就特别烦躁。本来呢我是好心提着水果呢去看他们的，结果呢被他们一问，什么心情都没有了。可能呢只有像我们这种大龄剩女经历过的人才会懂吧。没去看那些亲戚朋友呢，他们又会说谁家女儿呢回来老家了，也不去看他们，一点礼貌呢都没有。反正回到农村老家就特别多的事情，经常呢我是情愿自己一个人在房间里面待着，因为很多人听到说谁家的女儿还没有嫁出去，那谁回来了，他们呢就会跑到我们家来八卦，真的是挺烦人的。也只有呢在房间的时候我才是最自在的，所以呢现在没有人催我了，真的是很好。要点彩礼怎么啦？啊，请问要点彩礼不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吗？你不要说什么这 AA 制那 AA 制，你变个男人你是干啥吃的啊？你就想白嫖一个老婆回去，是这意思吗？1分钱不想出还想白嫖，狗听了都摇头。我跟你说啊，1分钱不花就想娶一个免费的保姆回去给你洗衣做饭拖地，人家有的地方我跟你说
那是大城市啊，人家请个保姆1个月都有4、5千的，人家好吃好喝伺候着。啊，你1分钱不想花，你想娶个免费的保姆回去，你还天天吼他骂他啊，觉得他这不行那不好的啊，天天还免费的陪你睡，你这那的，名堂真多呀你。你有能力啊你就娶，没能力呢你就打一辈子光棍。也不是说没有女人你就不能活命了，没有女人啊，你没有女人你一样的该干嘛干嘛去啊，你该挣钱去啊，挣了钱你再来娶，挣不到钱你该打螺丝去，你懂吗？不要在这里啊祸害别人，人家女孩子青春很宝贵的，你懂吗？而媳妇娶回去了你还不珍惜啊，还在外面沾花惹草的，你觉得这是人干出来的事情吗？啊，